是星球上唯一拥有生育力的柔弱男大，却被卖到黑市当成实验品，被迫怀上了异种人的崽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竟是他相恋多年的未婚夫。此刻的洛希文正躺在手术室内，惊恐地看着自己被剖开的腹部，他疼得几乎发不出声音。有人在将什么东西硬扯出去，快注射麻药！0625号有苏醒的迹象，不必注射，立刻把他体内的卵取出来，他会死的。他是难得的成功实验体，要是就这么没了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死就死了，他已经完成任务，现在不把卵拿出来，你能保证卵的存活率吗？有问题我负责，赶紧取卵！周围嘈杂的争论声很快平静下来。4个穿着白色隔离服的人围在手术台上，手脚利落地进行着剖腹产手术。他们用冰凉的手术刀划开洛希文的肚子。不要！洛希文浑身没有力气，他的手脚被绑在手术台上，高高隆起的腹部鲜血四溢。这些人是要他的命吗？突然，手术室上方响起警报声，一个急切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：“申教授，不好了，异种他！”通讯器中传来一声惨叫，紧接着手术室的大门被一股重力砸开，一个长发男子出现在门口，暗红色的双眸直勾勾地盯着手术台上的洛希文。他的个子很高，容貌却比女性还精致娇美，他的手细滑白净，指尖却是坚硬的黑色。是他！洛希文用最后的力气直直地回望男子，这是他的噩梦，也是造成一切的诱因。可没想到最后冒险来救他的，竟是这个曾被自己视为恶魔的男人。洛希文无力地垂下头，缓缓合上眼，将那道黑色的身影收进眼底，含着苦笑流下最后的泪水。闯入手术室的男子双拳紧握，一拳砸裂半道铁门，阴森森地看着手术室里的人。所有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，人们的呼救声传遍整个基地，却得不到一点回应。这个男人像黑色幽灵，转眼就要了所有人的命。刻着一滴字样的黑色基地就这样消失在星际中。不久后，名为阿卡里的一星扭曲空间出现在太阳系，将整个星系彻底吞噬。但此时洛希文却重生了，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所有的往事如录像带般在脑海回放：星球的毁灭，一种男人的强迫，被关在实验基地的经历，太多的记忆一起涌现，搅得他大脑一阵阵的闷疼。过了好半天，洛希文才缓过劲，伸手去拿床边那杯清水，刚要拿起来喝掉，突然他意识到什么，惊恐地将水杯摔了出去。这里是惊愕与狂喜同时浮现在他的脸上，他整个人变得扭曲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被人从外边推开，一个人走了进来，看着一片狼藉的地面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悦，可是很快他就压下了这种情绪，换上一副温柔的表情，坐到洛希文的面前。小洛，你怎么了？他轻声询问，温柔地伸出手来。洛希文立刻向后撤去，迅速地避开他的手，警惕而愕然地盯着他看。程前勋，那个将他卖给黑市，害他被转卖到无良实验基地，当成活体实验受尽多年折磨，最后怀上异种的卵，被生生活剖死去的罪魁祸首，而且还是他的未婚夫。他怎么在这里？一股压抑不住的恨意从心底升起。洛希文攥紧拳头，恨不得将眼前之人撕碎，可在没搞清楚状况之前，他只能暂时压下这份恨意。这是哪里？洛希文嘶哑着声音问。程前勋疑惑地看着洛希文，以往这个未婚妻很乖巧懂事，和他说话的时候也都是一副欢欣柔和的样子，现在的语气却让他感觉很陌生。虽然一时想不通洛希文出了什么事，程前勋怕他生疑，还是耐心地解释道：“我们在星月号上，再有半个小时就要到绿星岛了。”听到这两个名字，洛希文立刻想起是怎么回事。为了庆祝两人毕业，他们订了星月号飞船前往绿星岛旅行。可这里根本不是星月号，而是一艘开往星际黑市的走私船。程前勋早就打算将它卖掉，路上一直在给他下药，让他这一路都昏昏沉沉的，以为自己是晕船，不适应太空环境，就连包厢里的那杯水也是计划中的一环。洛希文庆幸自己刚刚没有喝那杯水，可他只有半小时的时间改变命运。虽然恨不得立刻就杀掉程前勋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如果他在这里动手，那这艘走私船上的人一定会被惊动，他还是会被卖给黑市。眼下还是不要让程前勋有怀疑。我头还是晕，想再睡会儿，到地方你叫我好吗？还有，我刚才想喝水，结果把杯子打碎了。洛希文努力回忆着自己从前说话的习惯，他放软语气，装出很自责的样子，这样柔和的洛希文才是他熟悉的。程前勋放下刚刚升起的疑心，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你再睡会儿，我去给你拿个新杯子。”他前脚刚走，洛希文立马起身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。这是一艘大型走私船，船舱有无数的小包厢，每隔几个包厢就站着一名守卫，戒备非常严。大概因为他是自己从包厢里走出来的，守卫并没有询问，完全将他当作普通客人。要知道，走私船走私的不仅是物品，还可能是偷渡的人员。某些想赚大钱的人会偷渡到富裕的星球充当劳动力，只要花一笔钱购买船票，就能登上新兴的土地，成为那里的合法居民。可是他不明白，以程前勋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，哪来的那么多钱和人脉，搞到这种船票，而且还是2张？除非有人帮他。洛希文的心顿时沉了沉，但眼下他并没有时间深思，他必须争分夺秒去寻找逃跑的办法。既然是走私船，那一定有放贵重货物的地方。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，那地方肯定离救生舱不远。他要逃，立刻逃离这里。由于即将抵达目的地，很多守卫被调去船舱搬运货物。混在这些人里，他很快就找到了救生舱。喂，别傻站着不动，这可都是值钱货，搬的时候要小心，否则上面的人怪罪下来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头里边的那个怎么办？有人指着一个银色的保温箱问道。那东西一看就不便宜，让他们自己人来搬，搞砸了赔都赔不起。等这群搬运工离开后，洛希文才从角落里走出来。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箱子，好奇心驱使着他上前一探究竟。当他的手触摸到保温箱的瞬间，脑中传来一道沉闷的嗡鸣，害得洛希文险些摔倒。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突然他的身后有人吼道。洛希文浑身一怔，条件反射地将保温箱抱住，转身的同时看到了一个人，黑市大老板尤金。放下箱子，保你不死。尤金伸手指向洛希文怀里的箱子，记忆里正是这个人将他卖给了一种实验室。魔鬼的话语谎
谎言无益，他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吧？洛希文拍了拍保温箱，冷笑道：“让你的人都退下，否则我不介意死前再给你找点麻烦。”刘金神色微变，看向洛希文的眼神逐渐变得阴狠。他扭头吩咐手下，洛希文抓住这一空档，立即转身钻进旁边的圆形逃生舱中，将舱门一关，想都没想直接按下了发射按钮。这一连串举动让尤金措手不及。小洛晚一步赶来的程前勋不可置信地瞪着远离的逃生舱，他不明白自己的计划哪里出了问题。洛希文为什么会逃出来？另一边的逃生舱里，洛希文长舒一口气，他透过逃生舱的窗户，狠狠地竖起中指，冲飞船上的两人晃了晃：“狗东西，你们洗干净脖子等着！”圆形的逃生舱在未知的轨道上飞行着，他并不知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，只能听天由命，抱着那个保温箱陷入休眠。也不知飞行了多久，轨道上出现了一颗土黄色的星球。在确定降落地点可以生存后，逃生舱解除了洛希文的休眠模式，将他从冰封中唤醒。冷冻液一接触到炙热的外界空气，瞬间气化成白雾散去。洛希文从沉睡中缓缓睁开眼，看着逃生舱外荒凉的景象，他傻眼了。干涸的泥土，风化的岩石，枯黄的杂草，眼前的一切都笼罩在末日般的夕阳中，他的心顿时就沉到谷底。洛希文颓废地蹲下来，用手指抠着干巴巴的地面，但活人不能被尿憋死。他还没报仇，还没回家看看妈妈和姐姐，还没带他们逃离将要毁灭的地心，那些黑了心的混蛋都没死，凭什么他去死？打定了主意，洛希文重新振作起来，他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荒星上活下去。逃生舱现有的资源支撑不了太久，于是他决定先勘察一下四周的环境。借着夕阳的余光，他朝着一个方向开始前进。很快他就发现，随着夕阳渐落，地面的温度开始迅速下降，他不得已中断计划，赶紧往回跑。洛希文呼哧呼哧地跑回逃生舱附近时，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去，可大地并没有变暗，反而呈现出一种幻彩的光亮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洛希文好奇地看着四周，一颗像珍珠般幻彩夺目的巨大星球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。这是月亮，洛希文自言自语着。随着这颗巨大月亮的出现，洛希文听到了一种动物的叫声，有活物。他立刻意识到了危险，迅速跳进逃生舱里，一双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外边的一切。突然，地面开始轻轻地震动，洛希文捂着砰砰直跳的心脏，看着那只从逃生舱后方蹦出来的生物。它的块头很大，长着鲸鱼一般的脑袋，却像霸王龙一样能直立行走，有着粗壮的后腿和短小的前爪，身后还拖着一条肥大的尾巴。果然，这东西摇晃着脑袋直奔逃生舱而来，低头一顶就把逃生舱顶翻在地。好在这逃生舱是个圆形，他怎么顶怎么翻都没多大效果。这怪物不乐意了，伸出大脚丫子将逃生舱踢飞了出去。卧槽啊！洛希文在逃生舱里感觉天旋地转，一阵阵的反胃恶心。好在肚子里没什么东西，想吐也吐不出来。落地第一晚，洛希文就深刻地意识到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荒星恶野出怪物，他要怎样活下去啊？被踢飞出去，昏头昏脑的洛希文做了一个梦，他缩在黑暗的角落里瑟瑟发抖。对面幽深的通道里传来锁链的声响，那个男人随着锁链声而来，向他伸出了可怕的双手。你别过来！重生后，柔弱男大开展星际大逃亡，只为摆脱给一种生崽崽的宿命。但恶魔的赤瞳却像深渊的印记，即使在梦中也不断痴缠他的身体。锁链声越来越近，洛希文的身体不断在黑暗中颤抖。你别过来！他挥动着双手发出低吼，试图吓退那个男人，但物种力量的悬殊让一切变成徒劳。男人轻而易举地禁锢住洛希文，单手揽过他的腰，将冰凉的身体缓缓凑了上去，舌尖吐露的湿气浸红了他半边耳朵。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让洛希文渐渐忘记了挣扎。突然，尖牙刺入脖颈的剧痛打破了这种沉沦。男人粗暴的进攻让洛希文逐渐变得崩溃，直到噗嗤一声，身体里传来像花开般微小的声音。这个恶魔竟然在他体内中了卵！巨大的冲击让洛希文从梦中惊醒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上面光滑平整，并没有被咬过的痕迹。我真的是疯了，怎么会梦到他？洛希文揉了揉脑袋，强迫自己振作起来。此时太阳已经升起，刺眼的阳光炙烤着大地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估计那些怪物也懒得出来。环顾四周，确认安全后，洛希文打开了逃生舱的大门。他找了一圈，一无所获，除了枯草就是沙土。就在洛希文绝望之时，他注意到了一旁的保温箱。老天保佑，就算里面没吃的，给口水也好。他拿石头砸开了保温箱上的大锁，里面的冰一遇到外界空气就化成了水。洛希文小心翼翼地喝了2口，迅速盖上箱子。这可是他的救命水，万一被晒没了就只能吃土了。还有箱子里的那件货物，本来以为是什么稀有的高科技产品，没想到竟然是一颗大黑蛋。这下食物可有着落了，吃一顿饱一顿，活一天赚一天。乒乒乓乓，叮铃咣啷，洛希文手脚并用折腾了一天，这颗蛋竟然毫发无损。确定这不是化石吗？郁闷的洛希文抱着黑蛋在逃生舱里睡着了。寂静的深夜中，洛希文怀里的黑蛋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啪嚓啪嚓，黑色的蛋壳一块块掉下来，一双璀璨如红宝石般的眼睛缓缓睁开了。此时洛希文睡得正香，但他怀里的小东西却在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他轻轻地倚靠在蛋壳里，贴着蛋壁听外面砰砰的心跳声。那种心跳声很快，和他的心跳声完全不同，发出声音的部位也暖暖的，这让刚刚出生的他非常眷恋这种温度。他蜷缩在蛋壳里，用尾巴包裹住自己，伴随着咚咚的心跳声安稳睡去。第二天，洛希文醒的时候，被怀里的小东西吓了一跳。卧槽，蛋碎了！他看着只剩一半的蛋壳和里边的东西傻眼了，这是什么鬼？我的早餐，我的食物去哪了？洛希文发出绝望的惨叫，这可是他最后的希望啊！他的惨叫声惊醒了蛋壳里的小东西。洛希文只感觉眼前一晃，脖子瞬间被一条乳白色的尾巴死死缠住。可嗨嗨！洛希文伸手猛拍，却丝毫不起作用。他痛苦地在逃生舱里滚动，可小东西漂亮的红眼睛里却看不出一丝情绪。洛希文脸都发白了。突然，他一拳
拳敲向旁边的按钮，逃生舱大门嗤的一声被打开，小东西似乎受到了惊吓，尾巴有了一瞬的松动。洛希文趁着这个机会，连滚带爬的跑出了逃生舱，直到跑出5、6米才停下来回头看。洛希文心有余悸地盯着那个未知的生物，喉咙忍不住上下滚动着。洛希文看着那小东西缓缓用尾巴支起身子与他对视，他往左移，小东西就支棱着身子往左偏；他往右动，小东西就立刻将身子偏向右，这给了他一种被眼镜蛇盯上的错觉。洛希文很想逃离这个地方，但外面到处都是未知的怪物，除了逃生舱他无处可去，他必须想办法把逃生舱夺回来。再怎么说这小东西总比那些大怪物要好对付吧。洛希文在心里这样想着，他刚微微站起身来，只听嗖的一声，小家伙从逃生舱里直接弹跳出来，一跃4、5米，径直扑向洛希文的脖子。我靠，你也咬我的脖子！这让洛希文气不打一处来。他的脖子有那么好啃吗？上一世那个异种男人就爱咬他的脖子，一开始是真咬，生生咬出个大口子来，后来倒不这么生猛的咬了。可每次亲热的时候，那家伙就爱折磨他的脖子，又是舔，又是咬，又是吸的，特别的磨人，好像折腾不腻似的。所以对脖子，洛希文大概是经验丰富了。他伸出一只手挡在脖子上，另一只手抓住小东西的尾巴，啪的一声将他摔在地上。这一下把他整懵了。小东西眨巴着漂亮的红色眼睛，愣愣地看着对面的洛希文。这还是刚刚那个被自己折磨得满地打滚的人类吗？洛希文紧紧抓住小东西的尾巴，满脸得意地盯着他，告诉你小爷，我的脖子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小东西啊的叫着，使劲甩动自己的尾巴，他想从洛希文的手里挣脱，可洛希文哪里肯让他得逞，手里捏得死紧，生怕这小东西又扑上来咬自己。看来这尾巴既是武器也是弱点，他虽然叫得凶巴巴，却一直没扑上来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洛希文又瞪了一下小东西的尾巴，只见他瞬间缩了缩身子，一双漂亮的红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却死活不肯落下来。哟，还挺有骨气呢，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洛希文乐了，他拖着小东西回到逃生舱，在备用物品中找出根手指粗细的绳子来，直接将小东西五花大绑起来，最后干脆把它吊在逃生舱的大门上晃悠。洛希文伸手拍掉衣服上的尘土，又在小东西的脑门轻轻弹了一下，得意地说道：“看，还是我厉害吧？管你是什么物种，再敢咬我就把你吃掉。”洛希文挥了挥拳头，装出一副很凶的样子。其实他可没把握自己能吃下这个很像人类的生物，他也就是吓唬吓唬这个家伙。谁让小东西刚才用尾巴那样折磨自己？经过之前那场大战，原本就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洛希文更没了力气。他捧着剩下的半颗黑蛋壳，仔细地瞅了瞅，试探性地敲了敲，足足有1指后，当个锅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他把蛋壳找了个地方收起来，然后瞅了一眼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小东西：“你在这里乖乖待着，我出去找吃的了，让太阳公公好好晒晒你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凶。”洛希文说着又弹了小东西一个脑瓜崩，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，哼着小曲走了。一连被人弹了2个脑瓜崩，小东西整个人都快气炸了，这是侮辱，而且是极大的侮辱。深藏在体内的原始基因疯狂地呼啸着，他开始拼命地扭动身体，可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毕竟刚出生没多久，菜一点也是很正常的。要是在以后别说是一根绳子，就是钢筋铁链都没门。但这种挫败感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记忆中，甚至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有一种这个人类比自己强的错觉。这大概也算得上是某种程度的雏鸟情节吧。画面转到洛希文这里，逃生舱周围到处都是沙土地，白天的温度又高得吓人，所以外出活动的生物真的很少。他其实对找到食物不抱太大的希望，可也许是老天眷顾，这次外出觅食还真让他抓住了一只猎物。那是一只类似蚂蚁的昆虫，但是个头有2、3个拳头那么大，6条腿看起来特别壮实，给人一种肉多肥美的感觉。洛希文碰到它的时候，这东西正在搬运一块巨大的石头，洛希文一脚踩在这石头上，连下面的这只大蚂蚁也踩死了。快看我抓到食物了，羡慕死你！洛希文一回来就拎着大蚂蚁在小东西的面前臭显摆，也许是终于有了活物陪伴自己，洛希文整个人都变得活泼不少。他将蚂蚁的6条腿砍了下来，但保险起见，身体他没有动，万一里面真的有毒，这地方可找不来医生救自己。他将6条腿用刀一一切开，露出里面白色的嫩肉，然后手脚利落地支起火堆，将这些肉放在大火上炙烤。不一会儿，空气中就弥漫着浓浓的肉香，馋得洛希文都咽口水。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洛希文拎起一只腿来，呼呼地吹了几下，用刀子扒拉着挑出一条肉丝，往嘴里一搁，哎呦喂，那叫一个香，顿时就让他感动得流眼泪了。这真的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肉了。与此同时，被吊在逃生舱门上的小东西也闻到了肉香，2只眼睛瞪得圆溜溜，全是对美食的渴望。一连吃掉4只肉腿的洛希文心情大好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他终于吃上顿饱食了，吃过东西又喝了点水，洛希文这才有心情去逗弄吊在逃生舱门上一直嘶啊嘶啊叫的小东西。这小东西肯定也是饿了，嘴角多了条亮闪闪的水晶吊坠。洛希文手里拎着一只肥美的肉腿，在小东西面前晃啊晃，逗他道：“好香的，饿不饿啊？想不想吃？”说着还专门撕了一条嫩白的肉丝塞进自己嘴里。小东西被洛希文气得快要鼓成一个气球了，可他很有骨气。洛希文越是拼命逗弄他的情绪反而越平稳，最后干脆闭上眼一声不吭了。这真是块硬骨头。其实洛希文并不打算一直饿着小东西，但凡是养宠物的都知道，不论是猫还是狗，打小就得训练着，这要是不训练，以后大了就得咬人。洛希文已经被这小东西给吓过一次，就算是真给喂食，这次也小心了。他撕了一条嫩肉出来，用2指捏着肉丝递到小东西鼻子旁：“喂，你吃不吃？不吃我真都吃了。喂喂！”洛希文一连叫了2声，见小家伙都没反应，心想不会是出事了吧？心里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，只见那小东西噌的一跃而起，一口咬掉他手里的肉吞了下去。哎呦！洛希文下意识的退后，真被刚才见到的2排小水晶牙给吓到了。乖乖，那是什么牙？水晶的、钻石的，反正不管是什么材质，看着都挺瘆人的。小东西嗷呜嗷呜的吃掉第1条肉丝后，态度明显变得不一样了。他既没叫也没吵，而是一眨不眨的看着洛希文，一双漂亮的眼睛像红宝石似的。洛希文抽抽嘴角，一
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刚出生没多久却拥有超高智商的小东西，真不知道长大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。洛希文慢慢把小东西放了下来，将剩余的肉丝一条条撕给他后，开始坐在一旁感慨着大千世界的奇妙。夜色慢慢降临，幻彩的月光照耀在大地上，这颗星球的晚上竟然连一丝风都没有，干燥的空气特别浩然。洛希文坐在一块石头上，默默看着月亮，有些发愣，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从这里回去。嘶哈！突然，小东西冲他发出危险的低吼，就像最初他们见面似的，甚至比那还低沉，像是某种野生动物的咆哮声。我靠，你都吃过我给的肉腿了，怎么还能翻脸不认人？洛希文刹那间汗毛竖立，这小家伙的攻击力他是见识过的，白天的时候明明变乖了，怎么这会儿又要咬他？你别过来啊！嘶哈嘶哈！小怪物甩动着白色尾巴，情绪非常激动，伸出小爪子一下下的刨地，冲着洛希文不停的呲牙。洛希文觉得自己真是当代的东郭先生，白白把2条肥美肉腿喂给了小白眼狼。这才过去多久啊，他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好心！卧槽！洛希文话说半句，小家伙猛地弹地而起，径直冲着洛希文的头部而来，那速度那力道让洛希文想躲都来不及。看着那2排小尖牙，洛希文眼一闭，心瞬间就凉了。但小东西异常的反应并非针对洛希文，他也首次展现出超强的战斗力，轻松解决了前来寻仇的蚂蚁大军。不过连续几天的战斗却让洛希文病倒了，记忆中那些痛苦的经历如潮水般涌现，形形色色的男女像商品一样一丝不挂地陈列在特殊的橱窗里，而客人们赤裸裸的眼神也在剥离着他们最后的尊严。洛希文惨白着一张脸，现如今的局面他已无力改变，只能绝望地闭上眼睛，让无尽的恨意包裹住自己裸露的躯壳。橱窗外的工作人员正一脸谄媚地做着介绍，诸位阁下，这些全都是新货，保证健康干净，请放心挑选。一位戴着墨镜的客人冷笑一声，伸出手指指着里边的洛希文道：“把他的资料拿来。”男人简单的一句话就决定了洛希文的未来，但那种屈辱的感觉却像刺一样，深深地扎进了洛希文的心中。他被带到了一个位于星际深处的实验基地，这个基地建立在一艘超大的飞船上，船上不仅有先进的研究团队，更有大量的警卫和雇佣兵维护安全。洛希文被关在一间狭窄的笼子里，黑暗逐渐模糊了他的感知，只有研究人员记录数据的冰冷声音在提醒他时间的流逝，直到他成为0652号实验体。他第一次见到了那个被称为恶魔的一种男子。男人静静地站在白色的牢笼中，眼神平静地看着透明的防护罩，头顶上方的灯光打在他身上，将他衬托得像神底般高贵纯洁。洛希文根本无法将他和恶魔这个词联系在一起，可下一瞬间，这个如神底般的一种男子突然冲到他面前，单手掐住他的脖子，直接在他的大动脉上狠狠地来了一口。洛希文永远记得当时的感觉，血像疯了似的喷涌而出，生命的温暖飞快离自己远去，只有恐惧感深入骨髓。但洛希文不明白的是，上一世为什么这个男人在咬了他之后却没让他死去？可也正因如此，他才成了实验基地唯一一个成功接触异种的实验体。起初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实验，只是惊恐于异种男子的不同寻常。可直到后来他才知晓，那是寄生实验。实验基地舍不得这唯一的异种男子，因此想留下他的后代进行无限的研究。他们将实验体一个个的放进去，任由异种男子主导那些人的生死。洛希文是唯一活下来的实验体，这是研究的重大突破。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很高兴，尤其是主持研究的申教授，简直是把洛希文当成了稀有小白鼠来对待。他被长时间和异种男子关在一起，起初因为失血过多，洛希文站都站不住，整个人靠在白色屋子的一角一动不动。那个异种男子似乎对他没了兴趣，不管不理的，这让申教授很失望。直到某天，申教授让人给洛希文打了一剂药，事情才有了进展。初时洛希文并不知晓，只觉着浑身发热，嗓子渴得冒烟。他抬头看向异种男子所在的方向，这个男子活动的区域很固定，只在中央区部分，而中央区里有一个小水池，是提供水源的地方。洛希文通常不敢靠近中央区，可是此时他实在难受的忍无可忍，便瞅着那一种男子离开的时候，小心翼翼地朝着水池挪动。微凉的清水短暂缓解了洛希文喉间的饥渴，可后来药效越来越重，身上的血像被煮沸了般叫嚣，无论喝多少水都无法抑制，直到一双冰冷的手撑起他下坠的身体。异种男子的气息悄然而至，他的呼吸喷洒在洛希文的脖颈间，在他的心上泛起一层层涟漪。异种男子不断舔舐着洛希文的皮肤，脖子上怪异的感觉让他绷紧神经。难道这一种还有什么特殊的进食癖好不成？他止不住缩了缩身体，但这一举动却让异种加重了力道，他整个人被定在那里动弹不得。高大而俊美的男人死死地将洛希文的双手固定在上方，从后方粗暴地托起他的腰，将已经有些昏昏沉沉的洛希文按在自己身上。洛希文只能凭身体的感触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可他根本没往那个方面去想，也许身上的男人只是想离得更近点，好方便吃掉他。慢慢的，洛希文终于意识到了某种危险，当然此危险非比危险。他拼命地做最后的挣扎，努力挪动双手，扭动身体，用所有能想到的方式反抗着。可惜物种力量的差距让一切变成徒劳，男人本能的征服欲变得更加热烈。异种男子一手固定住洛希文的双手，另一只手轻轻向下滑动，享受着猎物最后挣扎的样子。人类是个脆弱的种族，只要轻轻一抿，这些家伙的脖子就会断掉。经过无数次撕咬和实验后，男人已经非常清楚，这个种族一旦变得和自己一样了，就只是一堆勉强可以食用的无趣肉块。他其实更喜欢活着的猎物。一种尖锐的指甲划过洛希文的脖子，他只感受到一阵刺痛，然后陷入了昏迷。之后的记忆是一片模糊的，他的身体像在燃烧，身上男人冰冷的气息是他唯一的救赎。他抗拒也渴求着那冰冷的触感，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仿佛溺水的人拼命想清醒般，心脏的鼓动，脉搏的跳动，一切的记忆都是
混乱的，她的眼泪扑簌扑簌的掉下来，热泪划过她的脸颊，砸在抱着她的一种身上，那是种很奇特的感觉。对于遵循原始本能的一种来说，流泪是一件从未经历过的事。她不懂流泪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清楚这温热的水滴砸在身上所引起的微微颤触是怎么回事。她是从培养舱中诞生的阿卡里人，她拥有的只有最原始、最纯正的刻印在祖先基因中的记忆，但她似乎又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被她抱着的家伙很难过。可为什么难过就会流泪呢？一种想不明白。不过她也没在这件事上费多少心思，她把洛希文带到自己的窝里，将这场漫长的繁殖过程持续下去。可一种男子并非人类，虽然洛希文身上的药效已经消失了，但欢爱并没散场。被折腾了整整1周的洛希文身体受到重创，申教授想将他挪出去，便放了一个年轻的女性进来，期待着一种男子可以和这位女性发生关系，留下后代。女人漂亮的脸上满是泪水，她怯怯地站在那里，像一只兔子般楚楚可怜，但那个异种却以飞快的速度扑了过去，一爪子穿透了女人的胸口。这一切震惊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已经不敢轻易挪动异种男子身边的洛希文，只好在允许的范围内派人进去给他治疗和检查。不过他们并没有终止继续投放实验体的计划，只不过放进去一个异种男子就杀掉一个，并没有什么实质结果。不久后，洛希文出现了呕吐反应，不知道是最近没什么食欲，还是看到的场面太过血腥，洛希文反胃的吐了。异种甩掉手上的血，伸手随意拿了个东西擦了擦，转身径直走到洛希文的面前，将他从冰冷的地上抱起来，安放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，还将他很小心的用被子包裹住。申教授终于确定了一件事：0652号实验体对这个异种来说是特殊的。实验室决定不再放新的人类进来，他们开始专心的研究起异种与0652号的互动。起初，异种几乎天天都会索要0652号，那种强悍的镇压式的行为是洛希文每天的噩梦。可自从他吐了的那天开始，异种似乎提高了自控能力，不再碰他了。洛希文甚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容忍，他可以在这个200平米的空间里随意走动，几乎可以碰任何东西，甚至偶尔洛希文会用发脾气来试探异种的底线。他发现异种竟然也可以容忍，太奇怪了。这种奇怪让洛希文变得迷茫，如果对方一直强迫他，他还能坚持恨他；可是对方明显开始容忍他，对他好的时候，洛希文却迷茫了。时间慢慢的过去，3个月后，洛希文终于感觉出自己身体的异常来，他的肚子里有东西。申教授非常激动的想将0652号实验体从异种舱里弄出来，可异种男子成了他们最大的阻力。麻醉药的剂量加大加大再加大，申教授的声音在透明玻璃罩的上方咆哮着。洛希文躺在柔软的床上，仰头看着如此事态的申教授，脸上露出了一个冷笑。申教授想把他从这里弄出去研究，可惜异种男子却成了他的守护者，多么的讽刺！他根本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空间，不论是实验体亦或是研究人员。自打他的身体有反应那天开始，这个异种总会在第一时间捕杀任何进入这个空间的生物。洛希文看着歇斯底里的申教授，还有那些极害怕又无奈的研究员，心里真是爽得不得了。洛希文大笑着，外边的工作人员却一个个脸色铁青地看着他，像看着疯子似的。听到洛希文这种放肆发泄般的大笑，异种只揉了下耳朵，表示这声音真难听。他伸手轻轻捂住了洛希文的嘴，冰凉的触感让洛希文愣住了。干嘛？洛希文瞬间提高了警惕，最近异种都没有碰他，再加上申教授实验的一再失败，这些事情让他放松了对异种的戒备。可现在对方的手突然捂在他嘴上，身体瞬间就回忆起之前遭遇的种种，他感到害怕和恐惧，这是一种用实际行动深深埋在他身体里的印记。不过异种男子没在做什么，他见洛希文安静下来就放开手了，拍了拍他的脑袋后转身往那个小泳池去了。洛希文长长的松了口气，他偏着头好奇地看向异种男子，见他一件件脱下身上的衣物，露出精壮而完美的躯体，然后走进了泳池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洛希文瞬间脸红了起来，那副精壮的身体他感受过，冰冷而强悍。洛希文搞不懂，因为两人根本无法交流，或者说两人根本没有交流的意思。异种只是将洛希文当寄生后代的母体来看，他不允许任何外力威胁到这个母体的存在。他从来没想过要和一个寄生母体去交流什么，而洛希文一直受到异种的逼迫，他是压根就不想交流，毕竟和强迫犯没什么可说的。不过不得不承认一点，如果抛开一切来谈，这个异种男子是完美的，不论是长相、身体还是能力，都是神创造的奇迹。洛希文有时候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异种，有时候洛希文甚至会自我安慰的想，还好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物种，要是一个丑陋到极致的物种，也许他就没有勇气活到现在了。啪！洛希文抽了自己一巴掌，他刚才在想什么？这是什么鬼思想？他唾弃自己的这种得过且过的想法，更唾弃自己刚才一瞬间的迷茫和庆幸。强迫就是强迫，长成天仙也他妈是混蛋。洛希文愤愤地下了床，抚着肚子走向送食物的窗口。异种男子听到了声响，疑惑地扭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是他自己抽自己。虽然感到疑惑，不过并没放在心上。他现在将身体完全泡在水中，是为了将之前被射进体内的大量麻醉药通过水稀释出去。可就在洛希文去窗口拿食物的时候，他却被人拖了出去。救命！洛希文惊叫一声，下意识地向异种男子求救。他看到了对方冷漠眼神中的惊慌，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对他已经有所不同。他不再是他的猎物，而是他的所有者；他也不再是他的噩梦，而是他的守护者。